好了，各位亲友大家好哈，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哈。先分享呢，黄鸿燕老师一个体会哈。他说儿子包里的一个手机给我的启示，就是发现儿子包里有个手机给他的一些启发哈。说昨天晚上我跟儿子说呀，儿子年前给你带的那个符放到哪儿去了？明天早上妈妈要烧掉它了哈。儿子说在我包里面，你找一下。然后呢，我就翻他的背包，符找到了，同时呢，还发现包里有个旧手机，就之前他爸爸给的。其实他已经有了个新的手机。此时我的第一念就是想着我儿子偷偷带第二个手机去学校，没有上交老师。然后我就问他说：“儿子，这个旧手机你什么时候放包里的了呀？”说问2次呢也不回答，我就不问了。此时朋友有点急事，叫我马上过去。这个事儿呢就搁着，没有继续问下去了。想着今天早上好好跟他沟通的，谁知今天早上他早早去跟同学一起去图书馆写作业了。我就把这事儿跟他爸爸说了。爸爸说早2天问了儿子这个旧手机的事儿，如果不用，就给我卖了吧。说他爸爸也经常收旧手机卖的。然后呢，孩子爸爸就给旧手机充电，发现一点都没有了，也充不了电，是用不了的，要经过修理才能够用。这就说明孩子没有带旧手机去学校，也没有用这个手机，他不能用哈。就事实证明表面看到的现象不一定是真实的，你要透过这个现象了解清楚之后再下结论。即使是真实的，你也要耐心的跟孩子沟通，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千万不要一味的去责怪，错误的责怪他人，后果是非常可怕的。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现象，你第一念一动，就我们前面分享的这些内容，这一念一动之后，你要去对他有觉知。那当然，黄宏远老师经过，因为当时有事离开了，然后事后跟爸爸一了解，才知道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你直接去责备孩子的话，那就有时候就冤枉了孩子。所以呢，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当然有些事情是需要你冷静下来，就去觉知那一个念头，就是你要去当要去责备别人的时候，把那个习气那个按钮不要按它，封住它。不一定你就是正确的。所以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修行真的是随时随地可能特别是家人都会给你创造一些修行这样的机会，修心的机会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用几天的时间，几次的时间讲一个非常特殊的内容。这个特殊内容呢，过去没有这么讲，其实内容也讲过一些这个，它没有特别强调的讲出来。这个内容叫什么呢？我给它起一个特别的名字，叫让呼吸。说让呼吸，它是一场与生命本源的那种温柔的那种相遇。那让呼吸是什么意思呢？就需要我在一边讲的时候，大家呢跟着我一块儿去感受、去体会。当然了，你不体会也可以，你就这么去理解它也行哈。那大家注意今天要讲这个内容真的非常非常特别。如果说对这个内容你真正的说能有所领悟，而且能去把它去实践的话，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好的比方说你可以体会，也可以这么去想象，如果你闭着眼睛静坐，待着往内去体察的时候，体察。开始的时候，你只是想，放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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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有的人可能没有这样经历。没有这样经历呢，在我的引导下，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你安静，安静，安静，渐渐，渐渐，放松，放松。你可能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就这个事实它一直存在，可是你对这个事实可能过去从来没有觉知。什么样的事实呢？你看，很简单的是，心脏在继续的跳动，一直它在跳动，一下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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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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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很有规律的、有节律的在跳动，而且有力量的。但你要注意一点，
你从来没有命令过他，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你的命令，说你要跳动吧，是吧？他也从未停止，停止你就没了，是不是？心脏一直在这样做，你从来没有命令他。再往下感觉，你的肠胃，平常你还感觉不到，你要认真的你是能感觉到，你的肠胃，你感觉不到它。但有的时候咕噜咕噜，你会知道它什么？它在一直工作。你今天吃进去的食物，消化吸收，第二天排泄出去，谁干的活？肠胃，它一直在消化吸收输送营养。可是你指挥它吗？你没有指挥过它，它自己在干。这是事实，一说就清楚的。可是平常很多人几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这个事实。而且呢，不单单是心脏、肠胃，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新陈代谢的活动。大家想是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而且细胞它们的生灭、更新、交换，刚才讲一个细胞在新陈代谢，整体这个细胞它在什么？生灭、更新、交换，就形成了一个你无法想象、更加无法指挥的，可以说是浩瀚的宇宙。就身体里面所有这些东西，几乎你都是没办法指挥的，你是你没法想象的，你也从来没有真正见过的。这对我来说，我就过很早以前，我就曾经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什么念头呀？所有这一些，就所有这些刚才我提到的，还有包括没有提到的，就在我出生之前，它就已经开始了。说在我出生之前，它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我就是老师们讲的我，就那个叫我的意识，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大家想一想，不过是这个生命舞台上迟到的一个人，迟到的一个观众。就如果是生命的舞台的话，他是迟到的。大家想是不是？就在我醒来之前，就在我能够思考之前，在我能够说我之前，那小孩几岁才能说我？多大才能说我？就在能有这个我之前，心跳已经跳动了10000次，细胞已经更新了无数代。大家想没想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有一个比我，所以是平常说那个我更古老、更智慧的存在，一直驻守在这里。就这个虽然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可是需要我们深刻的去领会，真的用心去感觉呀，有一个比我更古老、更智慧的存在，一直就驻守在这里。在没有那个我之前，我不会说我之前，他就在这儿，默默的运行着这一切。心跳、肠胃、细胞、新陈代谢，所有这些，它在默默的运行着。过去曾经讲过这样的内容，是吧？在有了我之后，它也还是在这么运行着。当然，有了我和没我这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有了我之后，那个我才开始干什么呀？有贪嗔痴、怨恼烦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它就开始干扰它了。我们先不说这个问题哈。所以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让呼吸，我写了这篇文章哈，其实这篇文章也不是很长，但是为我们讲的方便呢，我就把它分成了3段分成3次来讲这个内容。这3段里面呢，其中第1段里面我就讲第一个话题就是生命中的先来者，就是刚才讲的，
比我们那个我先来到身体里面，这是第一个需要被认出的真相，就是你并不是这个身体的主人，你只是一个后来的住客，本来就有了，人家生命就在运作着，这一切你都不会运作，你只是后面来了用这个身体而已。所以这个事实你一定要去深刻的认知，你并不是这个身体的主人，你只是一个后来的住客。心跳的智慧远超你的知识，他知道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放缓，他根据你的每一个需求精准调节。你跑步了，你坐下来了，或者你躺着了，就根据你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需求，他精准的调节心跳的什么速度和力量。就你读再多的生理学书籍，你上什么什么学校，学多少年医学，你也无法像他那样管理你自己，管理好自己这个心跳。大概想是不是这样？而肠胃的智慧也远超你的认知，他知道如何去分解食物，如何吸收营养，如何排泄废物，对吧？你吃下的每一口饭全部都交给他处理，而你甚至不知道他在工作着。有人怎么一听一听啊，就是这样就过去了。你要去感受，哎呦，真的来，这个心脏这个肠胃它一直在这工作着，它怎么工作的呀？这么复杂的消化吸收，哎呀，这个肠胃怎么就那么如此完美的完成好了这些工作？真的对生命啊，对这个本能生命，哎呀，你这么一想就会有一种什么，一种敬畏之情。而这些先行者先来者，我们是后来者，先来者就在你还是胎儿的时候就已经就位了，你还是胎儿他就已经就位开始工作了。而在你沉睡的时候呢，他依然在坚守。你睡觉了，心脏它休息，它没有，它还在继续工作。你睡觉了，肠胃还在消化吸收。在你忙碌的时候，他也从不抱怨。大概想是不是这样？就他们的存在证明了一件事儿，证明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就生命啊可以完美的自行运转，根本不需要我的指手画脚。你不要去说心脏你快点跳或者怎么样，你不需要。你不需要，要吃饱了饭，你快点消化吸收吧，肠胃你快动，怎么样吧？哎呀，这个细胞你怎么新陈代谢怎么，你不需要。过去也曾经讲过，指甲盖掉了，它又长出个新的来，需要你指挥它吗？不需要，不需要你指手画脚。你怎么去长你不知道，可身体它会干这个事儿。你不小心碰破了皮肤了，你也不需要说，哎呦，它怎么就你快点长上来，你怎么去长啊？你得按照我的指令去长，你不需要，它自己会长。所以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就证明了一件事儿，就生命可以完美的自行运转，根本不需要我的插手，我的指手画脚。那么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后面我们要讲呼吸的问题啊，今天先不讲啊。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进行这样一个锻炼。平常我们说放松、安静放松、安静、安静，我们都在进行这样的锻炼。但如果说你把刚才那个认知，用刚才那个认知去放松去锻炼这个放松安静的话，那一定会感觉还会要更深刻。那今天待会儿我们要锻炼一个什么内容呢？我们先坐在这儿练坐在这儿比较容易一些锻炼一个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刚才讲那个我是后来到身体里面来的，在我来之前，就所谓那些本能，它就已经在生命中开始运作了。
后面才有了这个我。1、2岁会说我了，会说话之后会说我了，慢慢那个我们过去讲那个我越来越大哈，我那个我，特别是那个执着越来越多了之后，就我去占有了这个身体了。当然那个本能还在里面，但我占有了之后，我来了之后呢，那个我的声音很大，事儿也很多，他整天好像很忙活，在身体里面，让身体什么紧张不放松不安静。所以安静干什么呢？就要把那个我退出来，好，现在啊，大家你就闭着眼睛，安静。现在听我的导引，你看看这么放松一下啊，好，大家安静，安静。我们先感觉我们2个手臂，你的手、胳膊。我们不单纯说手、胳膊要放松啊，大家注意，你跟着我深体会一下，看是不是这样。好，现在你可以我们先做一件事儿，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如果有一个东西的话，就拿它一下，就拿那个东西，拿一下之后，你注意，你随便拿一个东西，拿了之后，现在你把它放下了，好，闭着眼睛坐在这儿，你现在感觉一下，你的手上或者手臂上是不是还保留着刚才你拿那个东西的时候那种记忆，那个肌肉记忆？或者说你刚才拿东西的那个肌肉的记忆，或者说你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比方说你每天今天去哪儿上班回来是开车的，你手握方向盘的那种感觉，或者说你刚才做饭切菜炒菜的那个感觉，也或者说你平常你跟家人吵架点别人的你那个肌肉的那种感觉，你试试看，就好像你胳膊和手上那个肌肉啊，它记忆了你过去做的很多事儿，你试试看，你有那些感觉。比方说你刚才拿东西的时候，那个手胳膊上的肌肉去拿东西了，现在你没拿了，可是你拿东西那个记忆还有，怎么办呢？现在你放松手臂，试着把那个记忆退出来，一种感觉退出来。你握方向盘的那种感觉，把那种感觉退出来。你用手点指别人的那种感觉，退出来。肌肉那么干过活，现在把它退出来。就把那个记忆退出来，就那些肌肉做事情的能力。这个肌肉能握方向盘，能点别人，能端碗，能干什么？把那个退出来。就那里面只剩下肌肉、骨骼，内在的气血在自动的进行。注意你要感觉这个手它不是个巧手，它不巧，这个手和胳膊也不笨，只是如婴儿般单纯的存在。手臂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未曾做过，什么都不记得。这个我过去用手臂做过的很多很多事儿，那个记忆全退出来。也可以说把我从胳膊上退出来，从胳膊里面退出来，
只剩下一个自然的胳膊在这儿。你甚至可以深刻的再去觉知，我呀，好像从手臂里面的神经系统、神经末梢退出来了。所有的感觉和控制，无论是胳膊上的力量、手指做事的技巧，或者是曾经匆匆忙忙的做一件事儿，快快的洗碗，匆匆忙忙的做一件事，那个匆忙，那个时间来不及之后手忙脚乱，那个手上那个忙都退了出来，那些都是我有的事儿，不是手臂上的事儿。你好像退到手臂外面去看手臂，手和胳膊呀，没有了后来的我这个住客，它又恢复了那个纯粹的存在。下肢也是这样放松，将你奔跑、匆忙的脚步的那种记忆退出来，就好像你还未曾走路，你也从未用脚去踹过某个东西，就好像我从下肢里倏的一下离开了。它从来就不是我的一个器官，我的一个物件。在有我之前，下肢里的细胞、骨骼、肌肉都已经在完美运作了。只要我离开了，下肢就放松、安静。肩膀，平常一紧张、一有压力，肩膀就耸起来了，聚到一块儿了。现在将我从肩膀里退出来，将那些记忆退出来，
那不该是我肩膀所承受的，那只是我制造的很多压力、焦虑，和肩膀无关。我退出，还肩膀本来的轻松的状态。这个肩膀只是肌肉、韧带、骨骼，后背也一样。就感觉好像那个我从那儿退出来了。我退出，让本能自然的运作。现在我们注意胸腔内心脏，你可能能感觉到它，也可能感觉不到它，都没关系。心脏啊，一直在那么跳动着，无需你的控制，无需你的指挥。你只需要把那个我撤出来。心脏在本能的运作着，可平时我们很多的怨恨、恼怒、烦等等，很多的情绪，也不知不觉的好像放在他身上了。现在把那个我加在他身上的东西撤走，担忧、恐惧、焦急都撤走了，就好像你和心脏之间有了一段距离，你撤出来了，退出去。你不需要对它有任何的指导、控制。那个我不在那儿了，心中所藏的那个神才真正的自在了。那个神呐，是比我们的头脑更古老、更智慧的存在。那个所谓的我，你没有任何资格去指导它、控制它，你只是静静在旁边看着就可以了。下面的腹腔，那是一个广阔的空间，各个脏器在精密的运作着，你甚至都想象不来。
是如何运作的。那是一个古老的智慧的存在，那是一个比我不知道要智慧多少倍的存在。将我呀，就好像从里面退出来。还整个腹腔一片清净之地。我退出，让本能，就让那个本能自己去运作，让整个身体，让生命自然的运行。注意啊，就好像是你在走路，对面来了一个队伍。这个时候呢，你退到路旁边，自愿的让路，让那个队伍哗哗哗哗先过去，你在那让路让行，你只是静静的看着那个队伍走过去。你无法控制它的运行速度，你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是干什么的，你只是旁边静静的看着他们过去，就是这么种感觉。让路，让人，让行。现在你坐在这儿，让生命，让本能，这是这个锻炼的精髓。你对那个队伍你不了解，你也无法控制，你只是在旁边让，静静的看着他们过去。对生命也是如此，你不了解，也无法控制，你只是静静的让。让你的心跳，让心脏自己跳动，让肠胃自己消化，让每一个细胞自己新陈代谢。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你都没有让的资格，因为他们是比你更古老、更智慧的存在。退出，让本能，
你有杂念的时候，有念头的时候，你也可以告诉自己，我要让头脑。我用头脑思考太多了，我退出来，让我的大脑静下来。我不要掺入大脑之中，让整个头脑、整个中枢神经系统本能的照看好身体，让大脑你让出来。你作为一个后来者，或者那个我作为一个后来者，全都让出来。包括现在我在说话，我都动用舌头、口腔的肌肉在讲话，也用我的头脑，现在也需要让出来。舌头不是来跟我讲话的，头脑不是跟我思考的，让出来。再比方说那个眼球，很多人闭着眼睛，但始终有一种看的感觉。现在将眼球那种看的功能退出来。人睡着觉的时候，那个眼的状态，把看的那种能力、那种欲望退出来。注意你的胳膊上的肌肉，全身的肌肉，把要做事儿的那种感觉退出来。一会儿啊，那种记忆、那种感觉又回去了，再把它退出来。那个我啊，不停的要进驻这个身体，每当进入，马上退出。
心跳、肠胃、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没有我的存在，它们照样在进行着，或者可以说进行得更加完美，更好。我退出，让本能，或者说我退后，让本能，让那个良知良能，你也不用所谓的收工。现在慢慢的，我们站起来，就保持这种状态，很轻松自在的站起来。做成竖立的姿势，慢慢的变成竖立。安静。你站好这个姿势，立刻把我让出去，我退后，将生命让给本能。其实本来就是那个良知良能的，只是我插手太多了，指手画脚习惯了。现在我退后，最好就完全退出。胳膊手那个手没干过什么事儿，没有什么记忆。说那个手很巧，很笨，它也不巧也不笨，就像刚出生的婴儿的手臂，纯粹、干净。你的
整个身体，两条腿也一样，把平常的匆忙、压力、烦恼等等，或者兴奋，都退出来。过去讲过那个物归原主，把身体交给它本来的主人，那个良知良能，让生命，让良知，让良能，你或者再去感觉那种让路的状态，你主动的退到路边，让那个队伍过去，你只是默默的看着，你无法控制，也不参与，只是静静的。当然，你也可以去感觉那走过的队伍是一群儿童，你心生一点欢喜与慈悲，看着他们过去。现在，让整个身体所有的细胞，让他们在那运行。你呢，也只是那么看着。一说到看着，可能你就会用眼睛了，不是用眼睛的那个看，就是一种觉知。让路，让行，让生命
让生命自己运行。真正的让了，你便谦卑了，恭敬了，真心让，一直让。静静的，无条件的让。注意将头脑也让出去，我用它思考太多了，我退出，让头脑
安静的状态。它本来就是清明的、寂静的。
静，安静。爱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静坐静养。让生命，让良知良能，就让生命自然的运行，让生命如其所是。让身体里的一切自然的发生。要相信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当你交给本能，就好像交给上天一样，交给你的天性，好生之德就会在身体里面发生作用。让一切自然发生，让生命如其所是。分享就分享到这儿，大家愿意做的，再继续多做一会儿，多体会一下，让生命，让